我国目前有17种税，其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个人所得税。由于我们受雇任职会得到工资、奖金、劳务报酬等，对此我们要向国家缴纳个人所得税。因此个税如何计算尤为重要。你每个月打到你工资卡里的钱，实际上是基本工资减去五险一金减去税剩下的那部分。在此之前，我们首先来看看五险一金是怎么回事。五险一金是你的几项保障性待遇的合称，你必须得交，但是你的工作单位和你会各自负责交一部分。以北京地区为例，养老保险每个月需要交你月收入27%的金额，其中你自己只需要交8%，剩下的19%由单位为你缴纳。医疗保险总共需要你收入的12%，你个人只需要交2%。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仍是如此。假设小庄 Sir 在北京工作，月工资1万元，其五险一金总额为6520元，他个人应当缴纳2220元，这2000多需要从他收入里扣除，最后他每个月的税前工资其实是7780元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算算我们应该交多少税。你应该交多少税，其实就是你的应该纳税的那部分收入乘个税率，这部分收入又叫应纳税所得额。你的收入减去五险一金中你个人需要缴纳的部分，再减去当地个税起征点，就是你的应纳税所得额了。我们需要对你这部分进行一定运算，得出你应该交多少税。如何计算呢？我国采用7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法，只要找到你对应的区间，就可以找到你的对应税率。你本月应当交多少税，其实就是本年度你累计应当交多少税减去你已经交过的税。举个例子，小庄 Sir 在今年1月份入职拿到1万元工资，根据刚刚的计算，个税起征点5000元，五险一金2220元，最后他的应纳税所得额为2780元。我们只需要为这2000多进行交税。然而他今年只干了这1个月，所以他的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也只有这2000多块了，当然使用最低档即3%的税率，最后他应该交税83.7块，打到小庄 Sir 工资卡上的金额就是7696.3元。到了第2个月，小庄 Sir 又挣了1万块钱工资，同样五险一金还是2220，应纳税所得额还是2780。这个时候2个月累计的应纳税所得额为2780加2780，5560，仍然还是适用3%的税率，所以这个月他还是得交83.7块的所得税。终于到了今年第12月，小庄 Sir 每个月的应纳税所得额都是2780，所以1年了，他的累计所得额仍然没有超过第1档的界限，而下一年就重新累计了。所以小庄 Sir 在北京如果拿着每个月1万块钱的工资，是永远适用最低档税率的。接下来我们把小庄 Sir 的工资提高到2万，第1个月应纳税所得额12780，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也只有12780，还是适用第1档，税率仍然适用3%，应当交税383.4元。第2个月，累计应纳税所得额到了25560，仍然是第1档。然而到了第3个月，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为38340，终于来到了第2档，适用10%的税率。这38340当中有36000是适用3%税率的，有2340是适用10%税率的，因此它本年度累计应缴税额是36000乘3%，加上2340乘10%，最后是1314元。而他前2个月已经交了766.8块钱的税，所以3月份他应该交税547.2元。其实在计算的过程中，每次发生跳档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你工资中适用低档税率的部分的金额是固定的，所以会计在实际工作的时候会引入速算扣除数，更方便地计算出你年度应纳税总额。上面的计算过程告诉我们，如果你工资固定，想要少交税，只能减少应纳税所得额的量。因此新修订的个税法为了减少税收，开始实行个人专项附加扣除，即在计算你的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，除了减去五险一金和个税起征点外，还要减去专项扣除。这样一来，你的应纳税所得额就进一步缩小，进而减轻了你的税负。专项扣除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，比如你在北京市租房生存的，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就多扣1500。如果你是一名需要赡养年满60岁的父母的独生子女，那就多扣2000。所以如果你有这几种情形，通过申请填报，在算个税的时候就能节省一大笔税费。
其实我们在网页或者 App 中能够找到很多个税计算器，它们能非常方便地计算出我们本月需要交多少个税，根本不用这么麻烦。但是我们身为纳税人，应当明白个税的计算原理，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跟踪政策，合理节税。感谢您观看本期节目。What on Earth 一探究竟是人文科普自媒体，我们关注人类社会值得探讨的有价值的话题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3连支持并推荐给您的朋友，共同开启更多可能性。